我们昨天在节目里探讨了莫言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他生活中间的言论究竟有没有冒犯到革命先烈我的结论就是冒犯了，就是触犯了英烈保护法包括他平时的言论，你想要在毛泽东的床上撒尿，对不对？那肯定是对伟大领袖的不敬嘛。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其实他的这种违法本身，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所以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一下起诉莫言的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拯救中国文化，守护祖国和人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这个人的网名叫做说真话的毛星火，大家一看这网名大致就知道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毛肯定是毛泽东，因为这个人平时新浪微博每到老毛死的那个日子或者活着那个不是活着，就是诞辰的那个日子他都发那个毛泽东的伟人像，然后呢，他无限崇敬之情是吧？是一个毛粉。那个星火肯定是引用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你看他这个网名什么意思了吗？说真话的毛星火，意思就是说他现在由于说真话所以呢，支持他的人不是很多，但他可以像毛泽东当年打游击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慢慢的他会赢得更多的人对他的支持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呢，真名叫吴万征，是湖南的凤凰人，说起来还是跟著名的作家沈从文是同乡这个人早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你想想，如果不是文学爱好者，也没有人会认真研究莫言的这个小说他呢，现在住在离北京不远的一个河北的地方然后平时呢没有什么正当职业，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上网，每天要上10几个小时，不停的在网上发帖子发帖子这个目的呢，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从2022年开始，他就开始举报莫言。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应该是2020年出版的，2020年出版的那个红高粱家族的190页，第3章狗盗，190页上面就是公然写了这段话呢，就是那个抹黑八路军，然后不抗日假抗日。我不知道这种书应该出版很久了吧？这个应该是90年代还是80年代这个书出版，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难道没有人审核吗？为什么这种段落也有了？他一开始呢就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他呢就彻夜细读《红高粱家族》这本书读着读着他就发现了14处美化侵略者，然后呢丑化革命先烈的地方，他都勾起来了，说什么共产党当时在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也偷鸡摸狗然后呢日军呢好像看起来还眉清目秀等等他把它勾下来之后，认为这都是大逆不道他就给那个浙江文艺出版社写信，就说你看这么反动的书籍，你们怎么能还出版呢？你得把它下架呀！然后还正式写那个信访材料。当地的人信访局收到之后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我们收到了，就没再理他这个人呢不停的举报呢，没有效果，就给那浙江的市长热线电话还打电话，坚决要求处理莫言的这个作品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效果。但他自己在网上说，他要用5年的时间举报莫言，因为他发现莫言这个人呢，不仅仅是《红高粱家族》这本书美化侵略者，然后呢，对革命先烈不敬，平时的言论还有其他的作品也通通都暴露出反动本质比如说他到战争纪念馆里头题词，说你看死了这么多人，目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实际上死的这些人都是农家子弟。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最终死的这些士兵都是一样的，都是农家子弟。前面呢无非就是一个权力的更迭变换的过程嘛。他说你看反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军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在他的眼中不过这是一个改朝换代。还有他不是发现了说
莫言说要在老毛的床上尿尿这件事情，那就对他来说就更不能忍受了。毛主席在他内心那是什么形象啊？那是天上的星星啊，神呐、上帝啊！有人要在毛主席床上尿尿，那我估计跟他要杀他父母一样。所以他就非常愤怒，他甚至说，他对莫言这个人，如果不能通过举报的问题解决，他要采用暴力的方式惩罚莫言。言下之意啊，就不知道用砖头还是用刀啊来解决莫言呢，很极端的一个人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在网上呢就是打击各种文化汉奸。你比如说那罗昌平大家都知道，我们专门做过节目，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一句话嘛，冰雕连嘛。结果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放出来之后呢，这罗昌平啊又注册了一个新浪微博的账号，被这些人发现了。这罗昌平啊，既然已经都被判刑了，不能让他再重新上网了。于是呢，就天天举报说这种人已经被判刑了，终身都不能再在网上开这个微博账号，一直把罗昌平举报到消耗。而且这个人呢，还在网上搞过一个什么打击文化汉奸的诗歌大赛。一共有6篇作品入围啊，这6篇作品有3篇是他自己写的，还有3篇是其他人写的。那写的都是打油诗的水平啊，就看起来很可笑啊。投票，最后呢，他的那个作品跟另外一个人的作品差不多啊，他还主动让出来的。然后那个3号啊，叫什么付小芳吧，哎，得了这个打击文化汉奸的诗歌大赛的1等奖。然后他给对方发了一个奖金100块钱人民币。第3个呢，就是在网上举报其他人呢，污蔑毛泽东啊，革命领袖的啊。其中有一个山东的吧，也是因为说是诋毁毛泽东，他这个不停的举报，最后还被山东的警方把那人给抓起来了。他听到之后特别受振奋和鼓舞啊，还专门到那个山东的那派出所给对方送了锦旗。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他在今年的年初啊，就把莫言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起诉肯定去提交诉状的，就是我等那个，我等我买了3本书嘛，我就3本书，把证据核实一下，到时提交的时候嘛，就是证据更充分嘛。他起诉的理由啊，就是说莫言这些作品侵害到了这个革命英烈的这样的一个尊严，美化侵略者嘛，一共找了28条罪状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代表15亿人起诉莫言，15亿中国人民呢，其实中国现在都不到14亿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识数啊。然后呢，他就要求啊，莫言给每个人赔1块钱，也就是赔偿15亿。那你想想这个标的，所以当时有媒体就报道了啊。其实这个很荒唐啊，有人就说了，你凭什么代表这15亿人去诉讼？你说我也是属于这14亿人中间，你代表我并不想起诉莫言嘛。所以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喜欢代表别人啊。最新的事态呢，就是他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啊，法院没有受理，没有受理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啊，他不知道莫言的居住地址，所以法院认为没办法送达。其实这个回复啊，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按照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啊，你起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并不需要对方的地址。如果他是自己不知道，法院可以公告啊，公告送达呀，要求莫言到法院来应诉啊。如果你不应诉，缺席审判就可以了。我自己打过的官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法院以这个毛星火没有找到莫言的地址的名义啊，把它驳回啊，我觉得这其实有问题。按道理应该驳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跟你毛星火就没有关系。你说侵害你的利益了，你是烈士的孙子啊，还是儿子啊？你还是老毛的私生子啊？你都不是吗？就算是莫言这个冒犯了毛泽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跟毛泽东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什么理由代表他去起诉莫言呢？你就不是这个利害相关人嘛？所以其实法院完全可以以这样的理由驳回，但是呢，找了这么一个牵强的理由把它驳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有律师就建议他搞公益诉讼，当然公益诉讼的门槛更高啊，我估计啊，最终他这个起诉啊可能会不了了之啊。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我看完整个这个毛星火的经历啊，我觉得这个人呢就心理有问题。所谓心理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他是个小人物，没有工作，平时在社会边缘群体，
也不被主流社会的认可啊。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性格非常偏执。他陷入到了莫言这件事情之后，信息啊，他没有办法从这里头摆脱出来了。由于他偏执的这种行为模式啊，所以他一定是有心理疾病，他需要治疗。我自己在做新闻的过程中啊，其实很多新闻当事人都是这种人，他们搞成了那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啊，都是跟他这种偏执的人格有关，偏执的性格有关，甚至就是跟他这种有疾病的这种身体状况有关。正常人做不出这种行为，你说正常人能做出毛巾火这种行为吗？做不出来。你要知道，很多那种常年上访的人呐，有很多就是他这种性格。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上访30年，上访的过程中早就忘了当年自己是因为什么事情上访，但是就坚持上访，而且那个要求越提越高，越提越大，导致任何部门都没有办法进行跟他沟通，这事情也没办法解决。实际上他就是性格问题，或者说是就是他的心理状态有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需要治疗的，就包括这个毛星火。我看完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我觉得他所有的行为根本不值得严肃化的去讨论，他就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他需要治疗。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因为这个社会中间平均大概有5%的人性格是非常偏执的。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人不可能登堂入室，走上历史舞台。但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毛星火原本就是一个就是心理疾病的这么一个患者啊，但是他却莫名其妙的登堂入室，真的走上了历史舞台。有这么多人关注他，还有人支持他，还有律师帮他写诉状，然后还有人帮他一起去声讨莫言。这个现象本身我觉得值得探讨。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2018年我们出台了这个英烈保护法。这个英烈保护法里头啊，规定啊，这革命英烈的姓名啊、肖像啊、名誉啊，各个方面都需要得到保护。然后这里美化侵略者的行为也需要打击。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英烈保护法的条文呢，它不是一个客观标准，它是把一个政治主张法律条文化了，它把一个意识形态法律条文化了，这就非常可怕了。因为我们讲啊，法律条文本身它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你公布这样的法律，我才会知道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不合法。但是你要是把一个政治观点或者是思想意识的这么一个观点把它法律条文化，是没有可能把它清晰的告诉每一个人什么行为是有可能犯法，什么行为是合法的。当局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法律去收拾那些政治异己人士嘛。比如说像罗长炳，当时仅仅是讽刺了一句冰雕连，于是呢就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当时有人讽刺什么钟南山呐、什么之类的，也照样抓起来呀，对吧？所以它就是另外一个寻衅滋事罪嘛，用起来非常称心如意嘛，非常趁手嘛。但是啊，它的荒谬性就在于，如果这部法律你要是严格按照它的标准去审视的话，这个社会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犯法了。就比如说莫言的那些文学作品，什么叫这个冒犯革命英烈啊？你说只有八路军去到那个地方偷鸡摸狗，在那个高粱地里头不去抗日打空枪，这算不算是冒犯革命英烈啊？算呐。然后你还说日本鬼子长得还眉清目秀的，那肯定也算呐。所以按照这部法律，莫言就是犯法了，就应该把莫言绳之以法。这就是这部法律的荒诞之处。实际上不仅仅莫言犯法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几乎人人都犯法了。你想想邓小平犯没犯法？邓小平竟然说毛泽东是7·3开6·4开，什么意思啊？老毛那是伟大领袖啊，伟大领袖应该全身上下金光闪闪呐，怎么可能会7·3开呢？所谓7·3开什么意思？7·3开就是说他有3分是犯了严重错误，7分是他的革命成就。老毛是伟大领袖，竟然有3分是严重错误，那不就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吗？那按照这个英烈保护法，邓小平就严重的冒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就是应该抓起来。
别说邓小平了，鲁迅，伟大的革命旗手，你想想他写的那些作品，什么《阿 Q 正传》，其实是对中国国民性啊那种批判啊，是非常非常的不留情面的。鲁迅的笔啊，是很少有那种复杂性的，非常非常冷峻。你想想他阿 Q 身上有什么优点吗？没有，没有任何优点。你说祥林嫂身上有优点吗？没有。面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怨天尤人，就是认命，也没有像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那样去跟资产阶级去斗，跟封建阶级去斗争，没有加入到共产党，游击队跑到延安里去参加革命。这些人，这不就是在丑化我们劳动人民吗？我们劳动人民应该是共产党一启蒙的，他就应该起来参加革命了。如果共产党没有启蒙，他们应该主动自己跑到延安去。然后如果是小姑娘，应该主动跟我们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恋爱啊，这才是革命的这种状态嘛。结果你看看他们，鲁迅写的那些东西，全都是在丑化人民群众啊。所以你说鲁迅是不是也冒犯了英烈保护法呀？还有人提出来了，李白这两天网上有人说了，要发起一个起诉李白的倡议书。为什么？这李白呀，也是大逆不道啊，犯了好多条罪状。比如第一条是这个诋毁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写了一个诗叫什么《蜀道难》，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什么意思啊？那我大唐帝国这个交通状况不好呗，那你就诋毁我们，说是个蜀道难，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丑化祖国的这个工程建设。还有是造谣，那是飞流直下3000尺，那庐山的那个瀑布了不起也就是几十米，他竟然说飞流直下3000尺，那不是造谣吗？还有是说什么草菅人命，说是10步杀1人，是吧？那这种事情你想想，这肯定是也属于是草菅人命啊。按照他这个标准，用政治标准来把它法律条文化，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文化名人也都逃不了干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文革期间有多少所谓的红色作家不也被拿上去记齐了吗？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作家叫赵树理，就赵树理写过一本小说叫《小二黑结婚》。这个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啊，那是脍炙人口啊，每个人都知道啊，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啊追求自由恋爱的一个故事啊。但是赵树理在文革期间就被打倒了，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贫下中农的敌人。为什么？就是如果你要是按照这种忠诚的标准，那其实就没有标准。这就是这部英烈保护法真正的危害。它原本就不应该用一个政治观点、意识形态把它法律条文化，结果他们条文化之后，现如今尴尬来了。当你面对罗长平的时候，你们可以快刀斩乱麻把他抓起来，但是莫言呢？你们敢吗？你们愿意吗？这不是你中共承认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样板吗？当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你还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肯定。现如今呢，他冒犯革命英烈了，抓不抓？审不审？判不判？所以我说这个毛星火这个神经病啊，你别说，还真就有贡献。他把这部法律的荒诞性，通过自己的这么一个心理偏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这是我认为啊，莫言事件啊最大的这个公共价值。非常可惜的是啊，莫言的事情没有进入到法律诉讼程序。现在的这些检察机关，也包括这个民事诉讼的法院，都是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把它解决。就他们也认为毛星火是个神经病，于是就把这个人给推走了，说你这个莫言啊，你地址不知道，你没法起诉。要我说，这法院就应该让这件事情进入诉讼审理程序，就应该让莫言到法庭上，就应该让他讲他把那尿撒在毛泽东的床上，犯不犯法？那就有意思了。但说句心里话，这不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解决的问题的方式，法律原本就是工具。所谓工具是什么？收拾你的时候，这就是我用法律；我不收拾你的时候，这法律就不存在。所以你知道，这些当权者面对法律的时候就是这个态度。这个法律只会拿去对付罗长平，不会拿去对付莫言，更不会拿去对付邓小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都是一句假话而已。但是呢，由于毛星火的出现，把这个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实，以及这部法律的荒诞性呈现出来了，这也是它的价值。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才是真正的说真话的。像莫言他们是抹黑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批判，肯定要坚持的。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拯救中国文化，守护祖国和人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